早恋被叫家长，来的是我小叔叔。当晚，他就抽出皮带，让我对着情书1比1复刻。腰抬高，告诉小叔叔什么叫哥哥好顶。我将头埋在枕头里，吸气都带着抖，却只能任他摆布。见我走神，他故意用力撞我。他顶还是我顶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段承泽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完了。写得这么露骨，班主任压低了声音，更何况还是2个男生。段承泽应该是从董事会上赶来的，一身黑色西装，扣子依旧系到了第1颗。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他冷眼扫过来，顶顶腮，没时磨温度地笑了笑。误会吧，我们小树虽然爱翘课打架，但从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。我撇了撇嘴，心想这话还不如不说。这情书是大庭广众之下从他书桌里调出来的，这个叫李文谦的。班主任点了点那封罪证，可是我们年纪的好苗子。段承泽看着面前的白纸黑字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但只顿了一刻，他摘下了左腕的手表。既然是好苗子，更不好把事情闹大。他把那块绿水鬼朝班主任推了推，您说是不是？看着班主任故作畏难的表情，我知道这事儿稳了。嗨，段叔你先回教室吧。班主任朝我摆了摆手，显然是打算和段承泽私下解决了。我正准备逃，段承泽忽然从身后喊了句我的名字，段树。我当即立正站在了原地。以前不管我在学校闯多大的祸，只要莫受伤，他从来不放在心上，打发王叔来道个歉，赔个钱就算了事了。但今天他不光亲自来了，还破天荒地喊了我的全名。我觉得事情不太妙，回过头时，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扯松了领带，扣子也解开了2颗。我忽然想起上次去他办公室时，偷听到他员工的话。就凭段总这张脸，日后就算落魄了，也能在会所混成个头牌。他抬眼扫了过来，说的不紧不慢，晚上记得回家吃饭。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惩罚。我后背一凉，逃也似的回到了教室。一路上都有人好奇地探头看我。你还好吧？听说你小叔叔都来了，要不还是我去坦白吧？同桌林慕瑶凑过来趴在桌上，戳了戳我的胳膊。她喜欢李文谦很久了，看着像个乖乖女，竟然以李文谦为主角写了篇小黄文，谁知写到一半就掉了出来。我认下来的时候，其实莫想那么多。2个男生写些小黄料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但我莫想到，班主任会真的把段承泽叫来，还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我对好学生的无端骚扰。没事儿，上你的课。我把校服盖在头上，心惊胆战地睡到了放学。醒来的时候，林慕瑶人已经走了，桌上留着手抄的错题本和几颗散落的果冻。我把东西一股脑收进书包里，一出门就碰见了站在走廊的王叔。一路上，车内安静的像是要去奔丧。我试探性地问了问段承泽的态度，只得到了一个多多保重的眼神。我咬咬牙，左右不过是一顿打了。但谁知道，我推开门的时候，比见了鬼还害怕。段承泽背对着门口，黑色衬衣的衣袖挽在手肘，腰间系着一条灰白色的围裙，正在厨房忙活。听到我进门的声音，段承泽头也没回，回来了，吃饭。
段承泽在公司忙到脚不离地，他凌晨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一般已经睡下了。说起来，我们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碰过面了。段承泽今天不仅早早回家，还亲自下厨做饭，我这是睡糊涂了吧？愣着干吗？来拿刀叉。我人还没缓过神来，蹲下身去找的时候，膝盖还是软的，要不是手疾眼快地抓住段承泽的裤脚，怕是要一头栽下去了。段承泽双腿修长，站在橱柜前，却没有躲闪半步。找个东西那么费劲。段承泽从双臂的缝隙低下头来看我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，淡淡的香气从头顶飘过来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段承泽从我身边经过时，小腿无意识蹭到了我的腰侧。找到就过来，坐。段承泽撤掉了其他椅子，只给我留了他旁边的座位。我也没得选。绕了半圈，我抓着衣角坐到了段承泽旁边。我抓了抓衣角，那个小叔叔，其实我已经不喜欢他了。段承泽左腕换上了我送他的那副几千块的廉价手表，和他5位数的西装格格不入。他垂着头，眼睫头下一片阴影，带血的牛排切得缓而慢。已经不喜欢了，那就是说以前很喜欢。我差点噎住，怎么还给人泼脏水呢？段承泽放下刀叉，大掌钳住了我的后颈，带有薄茧的拇指还轻轻揉了2下。我不自觉地躲了躲，却被重新扣进怀里。清冽的松香味扑面而来，声音阴哑，却带着十足的压迫感。躲什么？段承泽的手缓缓松开，下移，抚了抚我的后背，仿佛只是叔侄间再简单不过的安抚。你这个年纪，喜欢谁也都很正常。一副开明家长的样子。段承泽双指并拢，把切好的牛排推过来，多吃点，都瘦了。似乎根本就没把我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。段承泽高中没上完，就被接回了段家，在淤泥里蜕了层皮，才爬上今天的位置。高中早恋这种小事，对他来说，可能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边吃边哄自己，彻底把自己哄开心了，一盘牛排很快陷了底。等我摸着肚子半靠在椅子上的时候，却忽然发现段承泽不见了。吃饱了？阴哑的声音从身后响起，我腾的一下就坐直了身子。段承泽手上拿着皮带，半靠在门框上，一顺不顺地盯着我看。吃饱了就过来，跪下。我腿一软，差点就当场跪下了。印象里，段承泽只打过我1次，大约是初2那年，有人说知道我爸妈的下落，我昏了头就跟人走了。到了才发现，自己不过是段承泽对家制衡他的一枚棋子。他们用我逼段承泽放弃了城西的一块地皮，那是段承泽回到段家后接手的第1个大生意。弄丢这块地皮，意味着他在段家的一切全部都要推翻重来。把我领回家那晚，段承泽差点用皮带把我打死。我抓了抓桌角，圆润的大理石桌角硌得我掌心生疼，我不自觉后退了半步。小叔叔，我真改了，我不喜欢男的。听完毫无说服力的狡辩，段承泽的脸色又冷了几分。我在学校翘课打架是出了名的刺头，要是让周远看到我在段承泽面前的这副样子，不知道要嘲笑我多少年。但小流氓也怕大流氓，周远要是真见识过段承泽生气的样子，只会比我跪得更快。卧室的灯没开，微弱的光亮从客厅透过来，段承泽就站在这四方的光里。我垂着头，乖乖挪去了卧室，一进门就跪在了床边。段承泽不在家的时候，我经常抱着枕头乱跑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是在他的房间睡着的。天鹅绒的枕头混杂着我和段承泽的气息，
此刻闷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错了，小叔叔。我转变了策略，百般狡辩不如乖乖认错，兴许还能少受一点苦。段承泽拽了拽皮带，黑暗中传来骇人的啪啪声。操，这牌子的皮带怎么听起来这么结实？下次不给他买了。折起来的皮带多了几分硬，沿着脊背，从后颈一直滑到了尾椎骨最敏感的位置。段承泽故意在那里拍了2下，冷笑一声，不喜欢男的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声音闷闷的，不喜欢了，不喜欢了。那就是以前喜欢。他故技重施，又曲解我。段承泽根本就是存心的。看来今天左右是逃不过了一顿打了，倒不如让他好好出口气。我在羊毛地毯上挪了挪膝盖，一副英勇就死的样子。但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到来，身后响起段承泽的声音。李文谦富有脖茧的手掌掐住我的后腰，起伏的腰窝像是在吮吸他的手指。我听到一半才想起来，这好像是林慕瑶写的那篇小黄文。我顶罪的时候，林慕瑶拉着我的衣角，小声道：“这篇写的有点糙。”我作文一向不及格，糙不糙的我也看不出来。但这也太糙了吧！身后的脚步声慢慢逼近，黑暗将一切感官统统放大。一只手从身后环住了我的腰侧，指尖慢慢收紧。段承泽似乎真的在认真寻找我腰窝的位置。吮吸他的手指，怎么吮吸啊？段承泽抽出另一只手，皮带毫不客气地落在我撅起的屁股上，火辣辣的疼。我只躲了一下，段承泽就更用力地将我抓了回来，不太写实啊。段承泽似乎跪在了我身后，密密麻麻的气息像蛛网一样压下来。还是说，只有他能让你那样？他用膝盖顶了顶我的后腰，似乎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。我咬着牙，吸气的时候都带着抖。段承泽还不如直接打我一顿呢。打死我算了。没有得到回答，段承泽站起身来。他原本也不是一个多有耐心的人。校服脱了。段承泽点了根烟，在我身后有些烦躁地踱来踱去。他似乎今天才意识到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好管的主儿。拖到一半，他忽然又改了主意，像个打孩子不知道从何处下手的暴躁家长。别脱了，咬着。校服已经脱了一半，不上不下地卡在蝴蝶骨的位置上。我低声骂了一句，乖乖把衣摆叼在嘴里。粗糙的校服蹭到后背的时候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妈的，今天在更衣室换球服的时候，被周远那个孙子抓了一把，现在还疼着呢。咬好了。莹润的口水打湿了衣摆，我弓起背，给段承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发泄场地。段承泽却咬着烟，冷笑着骂了一句脏话，声音仿佛是生生挤出来的。小情人停业啊！我不明所以的抬头偷偷去看他，嘴角还叼着衣摆，露出一截小腹。段承泽把烟按在了门上，火星跳了2下就彻底熄灭了，飘出一缕蓝色的烟。这封情书，念。段承泽把那封杀千刀的小黄文扔在我脸上，解扣子的手气到发抖。念不到100遍不准睡觉。我望着段承泽快步离开的背影，觉得他这次真是被我气昏了头。让我念，那就乖乖念吧。第二天，毫不意外地迟到了。尽管地上铺着羊毛毯，但膝盖还是落了2片淤青。一动，屁股也火辣辣的疼。出门的时候，段承泽已经不在了。我捂着屁股回到教室的时候，林慕瑶同情地看了我一眼。我立马直起了腰，其实也没那么疼，一般般，真的很一般。林慕瑶递给我一颗果冻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，那个，昨晚莫打你吧。
我咬着后槽牙，摇了摇头。林慕瑶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。对了，李文谦今天找你来着。李文谦？谁？怎么这么耳熟？我吸着果冻，突然浮至心灵。哎呦我去，那不是我昨晚背的那篇小黄文的主角吗？嗨嗨，他找我干嘛？林慕瑶的眼神暗了暗，莫说你不在他就走了。搞了这么一出，以后两人在一起估计也难了。正想安慰同桌两句，一抬头看见当事人就站在门口。李文谦面无表情地敲了敲门，你出来一下。跟我这种浪荡的富二代不一样，李文谦是真的从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杀出来的。数学竞赛全球前20，也难怪班主任那么护着他。我跟在李文谦身后，一直走到了一间废弃的杂物间，莫来得及刹住车，一头撞上了他的后背。廉价清冽的洗衣粉味道飘来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嗅了嗅，怪好闻的，改天给段承泽也买一个。李文谦转过身，眉头紧锁地看着我的动作。我有点心虚地摸了摸鼻尖，找我有事？李文谦把手中的竞赛题拍到我身后的课桌上，扬起一阵浮尘，双臂圈在我的腰侧。你喜欢我啊？哈，事情这么快就传到当事人耳朵里了吗？我给你上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啊，本来就不聪明，我觉得自己可能是被段承泽搞傻了。我还没回过神来，李文谦的手已经扣上了校服裤子的抽绳，就差一步。我啪的一巴掌就打了过去，手一阵阵发麻，声音止不住抖着。借钱可以，钩子没有。李文谦被我打得偏了头，脸颊高高肿起，带着一种破碎凌乱的美。我几乎瞬间就想起了段承泽被接回段家的那天。段承泽是段家在外的私生子，这么多年一直被养在孤儿院。段家一直都知道他的存在，却始终不肯接他回来。如果不是我爸高价飙车抓我妈的时候摔断了腿，段承泽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他回段家那天也是这副样子，一头短发剪得干净利落，嘴上说着感谢，狼崽子一样的目光却始终上瞟着。段家永远是高高在上的，他们不认段承泽的时候，就把他扔在孤儿院自生自灭；需要他的时候，又打乱他的前程，强硬地将一切都塞给他。段承泽的高中成绩也很好，但他从没上过大学。段家把他扔进淤泥里，爬不上来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应该恨我的。段家的每个人都是凶手。李文谦抓了抓裤缝，多谢，10万，会尽快还你的。我记得林慕瑶说过，李文谦有个好赌的爸，人不管烂成什么样，在自己孩子面前仿佛都可以行使无上的权利。我手上拎着2根抽绳，惊魂未定，他拉开门从我旁边经过的时候，我才缓过神来。我歪头看了他一眼，这事儿我不会说出去的。李文谦没有停留，拿上竞赛题就走了。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林慕瑶喜欢这样一个人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情。我以前偶尔会在学校住，但那件事发生后，段承泽开始每天派王叔接我回家。我空着肚子回到家的时候，打扫卫生的李阿姨还没走。现在开始回家住了。一连几天见到我，李阿姨边做饭边和我闲聊。我枕着书包趴在沙发上，以后每天都回家。也挺好的，你跟你叔叔2个大男人一起住，还都经常不回家，家里一点人气都没有。李阿姨一说话就开了闸，是个十足的话唠。我捏了捏沙发边，其实以前家里也是挺有人气的。我爸对我妈一见钟情的时候，其实我妈是有男朋友的。
我那个混蛋爸逼着两人分了手，又强娶了我妈，拿我当作留住我妈的筹码。但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早知道，我妈并不喜欢我。我是她失控人生的证据，是活着的罪证。我就是这样歪歪扭扭的长大的。最近课实在是有点多，我趴在沙发上默几分钟，就迷迷糊糊睡住了。再醒来时，是被开门声吵醒的。李阿姨，你走了。段承泽不喜欢家里有其他人。李阿姨从来不在家里住，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扫卫生、做饭。我揉着眼睛，抬头朝门口望去，却看见了一个醉醺醺的影子。段承泽回来了。李文谦找我借钱，我把手上的钱凑了凑，总共凑了7万。段承泽不少我钱花，但也不会在我这里留太多现金。还差3万，得找段承泽了。我晃着身子起来，却被酒鬼一把按回了沙发。段承泽酒量不差，除了刚回段家那段时间，他很少会喝成这样了。他晃晃悠悠地压在我身上，呼吸像一张密不透风的乌云一样压下来，胸口不规则的起伏，吸气时很深，呼气时又带着抖。这是喝了多少？我推了推他的肩膀，他的双臂却将我搂得更紧。小叔叔，我想买点东西，大概3万。段承泽不是个守财奴，正相反，他能赚更能花，花钱跟流水似的。说起来，上次管他要钱，还是在他去年生日的时候。篮球比赛拿了冠军，段承泽的钱被我拿来请客，花的差不多，最后剩了几千块，我随手给他在商场里买了块手表。段承泽经常有应酬，他不带这么便宜的表出门。他当时看着这块表笑了笑，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，真有你的。那天后，我再没见过这块表。要不是这次的表临时送了出去，他估计这辈子都不会想起来。段承泽在我怀里蹭了蹭，小猫似的，我生日还没到。段承泽的手胡乱摸着，手掌摸到我后背那块结痂的红痕时，指尖忽然顿住了。小树，他很轻地喊了句我的名字，声音带着几分委屈，跟你那小情人断了。段承泽抬起头来，脸颊还带着几分红晕，眼神却清明了几分。我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混账事。小情人，天地良心啊！我每天在学校就是翘课打架，怎么突然成了个白日宣淫的魅魔？我推了推段承泽的肩膀，他的眼神跟蛋黄似的又散了。你才有小情人呢。段承泽吸了口气，我没有，你让我检查一下你有没有。醉鬼是没有逻辑的，他说着说着就要扒我的裤子。我真服了，怎么一个两个都盯着我的钩子不放。段承泽，我双手紧握着抽绳，死守最后一道门，几乎喊得破了音。段承泽被我推得起了身，搓了搓脸，好像是醒酒了，但脸色却冷得吓人。1个2个，不是醉了吗？我推开他，撒丫子就往楼上跑。不要跟醉鬼讲道理，是段承泽在应酬时教我的。喝了酒毕竟反应慢，我关上门的时候，段承泽刚刚追上2楼。任他在外边怎么敲门，我都没理。直到外边彻底没了动静，我才趴在床上，随便摆弄着手机。李文谦1个小时前发来消息，数学笔记你莫拿走，下周就要考试了，需要给你送过去吗？自从我把手里的钱借给他之后，他隔3差5就把他笔记借我看。林慕瑶看到了，馋得不行，我也就没拒绝。正准备回消息，他又发来一个定位，你家是在这里吗？就在这时，楼下响起了一阵门铃声。糟了，段承泽还在楼下。我下楼的时候，2个人已经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了。李文谦的校服洗到泛白，
背挺得很直，手掌托着一本笔记。段承泽喝掉了桌上的醒酒汤，系好了领带，闭着眼睛假寐，周身的气息冷到吓人。我说了，他不肯出来，你给他打电话，看他会不会接。我手机常年静音，经常接不到段承泽的电话。我刚住宿那会儿，段承泽也发现了我这个毛病，后来也就不给我打电话了。李文谦莫和我小叔这种人打过交道，甚至分不清他话里的敌意，竟然真的打来了电话。段承泽抿着唇，醉酒的红晕已经褪去，脸色冷得吓人。好死不死，我握着手机下楼的时候，不小心滑动了接听键。回声从听筒中传来的时候，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被抓包那晚的处境。不是吧？怎么事情全赶到一起了？我手忙脚乱地挂断了电话，李文谦见我走下来，也没多说什么，把笔记递到我手里就走了。小叔叔，我送送他。我强迫自己不去直视段承泽的视线，简直要把李文谦的背影盯出个窟窿来。我骑车回去就好，你不用送了。李文谦指了指不远处的自行车。我心思早就飘远了，脚下却还跟着他走。哦，段树。李文谦在路灯下看着我的眼睛，你小叔叔喜欢你。啪！我手上的手机掉了。什么？我努力扯出一个微笑，但我想我一定笑得很吓人。李文谦个书呆子，他连林慕瑶喜欢他都不知道，他知道个屁。手机屏碎了。我用脚尖把手机翻了个过，把罪魁祸首的小石子踢到了暗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，你小叔叔喜欢你。李文谦生怕自己说得不清楚，抬起下巴，指了指我身后。现在那屋里只有段承泽一个人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李文谦打断了我的话，因为我是。顿了读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你也是，不是吗，段树？我是个屁。我握着碎掉的手机回到别墅，灯被人关了，一进门我就被人抵在了门上。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是和我身上同一个味道的沐浴露。我被父母抛弃后，就和段承泽生活在了一起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就像水溶在了水里。段承泽吻得很急，毫无章法可言。他用手掌撑住我的后颈，强迫我抬起下巴去迎合他。舌尖碰撞在一起，像吃果冻一样。我抬手掐住了段承泽的脖子，他却忽然笑了。怎么，为你的小情人守身如玉呢？许是因为喝了酒，段承泽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有，想问问你，家里有东西吗？没有就从我身上滚下去。段承泽只愣了一刻，黑暗中又重新吻了上来，手掌在我的腰侧游走。我现在叫跑腿送过来，你说你能撑到那时候吗？最终还是没撑到。段承泽发狠似的逼我背情书，并且把上边的情节一比一复刻到我身上。反应不对时，他就咬着牙打我的屁股。小树，不对，重新来。他顶还是我顶？天杀的段承泽，我要杀了他。第二天，我不出意料的迟到了。校服被段承泽那个混蛋弄脏了，我随便套了件短袖。自从李文谦开始借我笔记，我已经不好意思经常翘课了。偶尔一次翻墙的时候撞到他，我都心虚的不行。唯二的2次翘课都是因为段承泽，都是因为他。我捂着屁股回到教室的时候，林慕瑶手中的笔差点掉地上。你小叔叔这么记仇呢？多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才找你算账。我再也不想给他留面子了，段承泽就是个小人，阴险狡诈。正骂得起劲，银行卡收到3万块钱的转账，不过也还算有点良心。
我转手把3万转给了李文谦，发了条消息：10万起了。李文谦没回，我把手机塞回书桌里的时候，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。不是，睡完给钱，这他妈是从哪儿学的？打发鸭子呢？树哥，打球去吗？课间我还在气头上的时候，周远挽着篮球来找我。不去。我趴在桌上，一脸怨气。段承泽，你他妈要是敢把我当成鸭子，我弄死你！周远撩了撩头发，怎么了？不就上次不小心抓了你一下，生兄弟我这么大气，早该好了吧？我看看好了没？周远说着就要撩我的衣服，没皮没脸的死直男。哎呦卧槽！我按着周远的手，终于把衣服放了下来，另一只手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。周远眼睛瞪得老大，不是，树哥，嫂子挺猛啊。我真是谢谢他了。我捂着他的嘴巴往教室外走，周远嘴里就没停过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啊？嫂子是谁啊？我双臂搭在走廊上，这件事根本就不知道从何讲起，干脆任由周远瞎猜。我请假那几天，听说你被抓早恋了，是真的？周远越猜越兴奋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是不是叫李文谦来着？就是他吧。我有些不耐烦地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，楼下校门口，李文谦正被一群人围着，为首的那个我见过，他爸是催债的，是隔壁学校出了名的刺头。上次说我是个没人要的野种，被我用笔戳穿了手背。我眯了眯眼，李文谦那个书呆子连我一巴掌都受不住，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还我钱的那一天。陈池，手这么快就好了。李文谦被推倒在小巷的尽头，还没来得及借给我的笔记散落在地上。陈池放下手，闻声回过头来，我靠在墙壁上，绕着钥匙圈看他。要不是屁股还疼着，我早就一拳招呼上去了。段承泽这个不要脸的，等我赚了钱，铁定要把3万块钱甩在他脸上，让他把我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陈池的左手还绑着绷带，看见我主动来送死，拧了拧脖子，段树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不是还有一只手吗？被戳到痛处，陈池咬了咬牙就扑了上来，段树，你他妈！陈池常年混迹在外边，还有个催债的老爸做榜样，身手自然比我这个屁股还疼着的快很多。躲过他击拳，我就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周远，你再不来我可就真交代在这儿了。我朝巷子的上空吼了2嗓子，陈池开始还以为我真的搬了救兵来，呆愣愣地顺着我的视线抬头望。狭长的天空划过一只鸟。陈池轻笑了一声，呵，段树，你骗谁呢？你以为学校会管这些破事，他们躲都来不及呢？陈池慢慢逼近，你当时废了我的左手，我也不贪心，废掉你的左腿，我们就算两清。他将手中的刀刃高高举起，对准了我的小腿。我记得我爸当时截肢好像就是左腿，后来坐轮椅没多久就自杀了。耳边传来一阵风声，咔嗒一下，陈池的手腕被人卸了，明晃晃的刀掉落在地上。段承泽沉着脸站在我面前。废物！段承泽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。周远拍着篮球跟在他身后，瞥了眼还没来得及动手，此时屁都不敢放的小弟们。就是段树，你现在怎么连一个都打不过了？段承泽偏了偏头，说你呢，找个地方这么费劲。周远拍球的声音顿了毒，哎，不是，小叔叔，是我打电话把你叫来的，是我啊。陈池再混蛋，也知道在段承泽这种绝对的混蛋面前，早点跑路才是正道。起来！段承泽朝我伸出手，虎口处有一层薄茧，昨晚硌得我大腿一阵阵发麻。
我屁股还疼着，慢吞吞地爬起来，还被段承泽白了一眼，你倒是热心肠啊。段承泽拉着我就要往车上塞，去检查检查，是不是感染了什么英雄救美的病毒。车门即将关上的时候，李文谦一把握住了门框。李文谦被推倒时磕了一手臂的血，现在才爬起来。当时手机被抢走了，钱我收到了，多谢，今天的事也谢谢你了。李文谦说话向来简单，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话。他多说一句，段承泽的脸就冷一分。周远罕见的有了眼力线儿，扶着李文谦去了医务室。车内只留下我和段承泽2个人。段承泽舔了舔尖牙，解了袖口，钱你给他了？他拿我当鸭子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，怎么他还质问上我了？我借他钱救急怎么了？钱你给我了，那就是我的。我其实有些心虚，手扣着安全带不放。多少？10万。段承泽解了自己的安全带凑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脸，钱都给那个小白脸了，还有钱吃饭吗？我听不出段承泽话里的情绪。10万块钱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数目，况且这钱他给我了，支配权就在我手里。小树，你可真行啊。段承泽跨坐到了我腿上，拍了拍我的脸。副驾驶本来就不宽敞，2个大男人挤在一起，腿都要没地方放了。段承泽，你干吗？这是在外边。我下意识想要捂住自己的屁股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。段承泽扯出领带，把我的双腕捆在一起。我说我要干嘛了吗？他捆得慢条斯理，还是说你期待我在这里对你做什么？我试图夹紧腿，却被他用膝盖从下边顶开。小树，我耐心有限，我说最后一遍。段承泽依旧吻得很急，跟你的小情人断了，别逼我发疯。他不说，我差点都要忘了。段承泽和我爸同父异母，骨子里流淌着强取豪夺的劣等基因。我故意喊他小叔叔，他咬着我的下巴，声音发了狠，小树，别这么喊我。他也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不应该放在一起的。段承泽最终还是带我去了医院，做了全身检查。我没有感染什么英雄救美的病毒，却在医院意外碰见了一个许久没见的人。段承泽去开车的时候，我在1楼的挂号处看见了我妈，她也看见了我，越过人群，我们视线相撞，四周人来人往，上一次见面仿佛就在昨天。怎么了？她坐在我旁边，眼神却不敢看向我。喉咙有些发紧，我舔了舔唇，没事，例行体检。你呢？我其实有好多问题想问。为什么我爸自杀后他就失踪了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？我一点都不值得被爱吗？一点点都不值得吗？他垂着头，眼泪毫无征兆地落在了手背上，像花一样的绽开。其实他抬头盯着我的眼睛，唇角抖了抖，你跟他长得挺像的。他从来没人说过我和我爸长得像。忽然我好像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段家不把你当成继承人培养？我掐了掐掌心，他却几乎没有任何停顿。因为你压根就不是段家的孩子。原来就连那些虚伪的爷孙情也是假的啊。我结婚时就已经怀孕了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也跟姓段的一样，一直以为你是段家的孩子，所以从你生下来，我就不想看到你。宽阔的1楼大厅回响起机械的女声，像流淌的时间在不断回溯。可惜了，时间不能真的回到过去。他本来掌控欲就降，他车祸后只能坐在轮椅上，自杀是迟早的事。我不跑干什么？
他苦笑了一声，昂着头抹去了眼角的泪珠。我不愿他跑，只是为石魔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带我走。仿佛是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他补了一句，如果我知道你不是他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带你走的。心仿佛已经完全不会跳动了。我茫然地看着他，甚至没有注意到一直站在门口的段承泽。段树，我冷落了你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办法。他眨眨眼，眼泪就落了下来。我不知道怎么弥补你，我宁愿自己一直错下去。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在段家的处境。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悲惨的过去，哪怕这个过去里有他和他最爱的人的孩子。忽然，我想起了段承泽第一次给我开家长会的样子。他当时还没有在段家站稳脚跟，匆忙赶来的时候，头发都是乱的。坐到我座位旁边的时候，嘴里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烟，我很难把眼前的这个人和那个差点考上清北的优秀学生联系起来。段承泽别着手指，敲了敲我那刚刚及格的试卷，挺好，及格了，今晚加餐吧。班主任在台上骂，段承泽在台下问我，牛排喜欢吃几分熟？我被问烦了，跟他说5分。从那以后，他做牛排真的只做5分熟。那天晚上，我吃着带血的牛排问他，我打架翘课，你不会觉得我是个坏孩子吗？段承泽解了颗扣子，打架是为石魔。他们说我爸妈都不要我。挺好的，打不过就去练。翘课呢？去墓地看我爸，去警察局问我妈的下落。去呗，要车吗？哦，忘了你不能开车。眼泪好像已经哭干了，呼叫台喊了我妈的名字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像是很多年前，我一遍遍地在梦中呼喊着她。不同的是，她从未回应过我。再见了，保重。我握了握她的手，冰冷的，没石磨温度。这倒是和梦里的一模一样。段承泽过了好久才把车开过来，稳稳地停在医院门口，左腕上空落落的。回家的路上，段承泽一句话都没说。一进门，我就把人撞到了门上，掐着他的脖子，嘴里咬着他下巴上的软肉。段承泽，你他妈睡了，我就不想负责了是吗？要不是我留过级，已经成年了，我能把你弄进牢里，你信吗？段承泽莫说信，也莫说不信。饱满的 M 型嘴唇微微张开，露出一小截果冻似的舌头。你早就知道我不姓段，是吧？段承泽终于吐了几个字，猜的。果然是差点考上清华的脑子，我更气了，一把扯住了他的领带。那你还在我面前装什么装？段承泽莫费什么力气将我双腿托起，压在沙发上。常年混迹健身房的，还是比我这种半吊子有力气的多。没装。他还有脸委屈。楼上最里边的书房。我抬头望瞭望，那间书房常年上着锁，段承泽从来不允许我进去。段承泽继续开口，那里边的东西你不会想看到的。莫名的，我想到了家里曾经的那个地下室。段承泽握着我的手，扯松了自己的领带。这么多年，你叫我一声小叔叔，我也就把自己当成你的长辈。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也就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这次换成段承泽咬我的锁骨，小兽似的。你既然招惹了我，就别想走了，别逼我把你关起来。段承泽的气息缓缓落在我的耳侧，小树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要跟他走？原来这一路是在担心这个。我拿领带在他脖子上绕了2圈，猝然拉近。那你想我走吗？段承泽莫说话。他既然这么聪明，怎么会想不到？他根本就没想过带我走呢。我早就没有家了。
从我搬来这里开始，我就只有他了。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假话。我希望你跟他走，过上正常的生活，离我远远的。真话呢？把你关起来，天天灌你喝药，让你眼里只能看到我一个人。段承泽又跟喝醉了似的，他掐着我的脖子。除了他，我什么也看不到了。我们像两只淤泥里的野兽，撕咬、舔舐，怎么都得不到满足。月上柳梢，云影晃动。段承泽把书房的钥匙塞到了我的齿间，冰凉的钥匙贴着发麻滚烫的舌尖，我几乎没有了知觉。小树，别睡过去，夜还很长。段承泽视角，番外。大哥自杀的第一天，我就把小树接回了家。他眼底的红还没有完全消散，独自坐在台阶上，怯生生地望着我。小叔叔，为什么我不能去爸爸葬礼？我反手把2楼的书房锁上，咬着烟从他身边经过，声音冷冷的，胆子这么小，去干吗？其实，对于小树的身世，我不是没有过猜测。大哥车祸失了一条腿，我被段家从孤儿院接回段家的时候，其实比小树大不了几岁。既然我可以接手段家，那小树为什么不可以？直到大哥自杀，大嫂下落不明后，我那个血缘上的爸爸冷着脸说要把小树赶出去的时候，心中的一些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。小树有些怕我，后来也再没提过葬礼的事情。他不哭不闹，只是晚上大多时候睡得并不安稳。我加班到凌晨回家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去卧室，咬着根末点燃的烟陪他待一会儿。小树在梦里也总是拧着眉头，只是不知道他在梦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想到的会是谁。我被接回段家，遇到的一个人就是小树。他当时穿着件墨绿色的衬衣，看我脸上都是伤，抖着手替我上药。其实早就不疼了，只是他那样如是珍宝的轻吹着伤口，还是让我心间抖了抖。你都不问我是谁，万一是坏人呢？那你是吗？他后知后觉有了警惕心，后退半步，反而看起来更有趣了。我还准备打趣他2句，身后走来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，冷着声音把他喊走。直到很久之后，我都很难把那个女人的形象和一个母亲联系起来。当然，我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一个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我也说不清。世上的不幸有很多种，有些是赤裸裸的，不加任何遮掩，有些还会包裹着幸福的外衣。我一个连家都没有的人，有时候竟然也会觉得小树比我还要可怜。一个把他当作筹码的父亲，一个怨恨厌弃自己的母亲，还有一个血缘至上、毫无人情味的爷爷。甚至后来还遇到了我这个变态小叔叔。小树搬来后，开始时不时在家里添置一些东西，有时候是餐桌上的一束鲜花，有时候是新出的限量版皮带。客厅、卧室、餐厅，到处都是小树的气息。他牛排喜欢5分熟，可乐不喜欢百事的，不吃生姜，又爱极了姜糖。有时候我会刻意把2人的漱口杯摆在一起，看起来和情侣没什么两样。对喜欢的人，第一反应是占有。我也是知道我大哥的事情后，才知道我骨子里的这种偏执从何而来。但如果那个人是小树，我在想我这样做的话，是不是太过残忍？我不知道，也根本想不通。2楼的书房里是我的秘密，偷偷买来的东西都藏在了那里。我想把这些一一用在小树身上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哭着求饶。我自己这边憋得难受，却莫想到小树在学校已经给自己的小情人写起限制级情书了。我推掉手头上3000万的合作专案，一路红灯赶到了办公室。
看着那一行行不堪入目的字眼，我都被气笑了。还他妈用腰窝吮吸他的手指，去他妈的！晚上切牛排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都要忍不住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到底在忍些什么？现在让人在眼皮底下把人拐走了。小树搬来的第一天，我就该把人直接扛到2楼书房，天天给他灌药，让他变成一个只能向我求饶的傻子。但看到他背着书包回家的样子，我硬生生忍下了这个变态的念头。我们小树好不容易活得轻松一些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不用再为了讨好谁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。他在学校打架、翘课的事情我都知道。他打架，我就派人去平事，所有说过小树是野种的人，我都让人把腿打断了，再重新接过去。他翘课去打听大嫂的下落，我就托人一直找。人是找到了，但我又犹豫了。小树万一真的跟他走了怎么办？他走了，我又该怎么办？现在情书的事情一出，问题好像更加棘手了。小树不仅时时刻刻想着离开，心里还有了别人。那个姓李的，他凭什么？啪的一声，我抻直了手中的皮带，硬生生压下心底的暴怒。冷静，不能打太狠了。上次小树被对家拐走的时候，为首的那个，我打过1次交道。男女通吃，什么混账事都干得出来。电话打来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犹豫地放弃了城西的专案。这是我立足段家最重要的一个专案，失去它，意味着近半年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。但失去小树，我想都不敢想。那天接小树回家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些失控了。当晚把他送去医院后，我一个人呆坐在楼前，抽了整整1包烟。事情好像渐渐游走在了失控的边缘。看到小树后背上抓痕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。一条暗红的抓痕，从后腰开始，由轻到重，一直蔓延到了蝴蝶骨的位置。他们会在哪儿？更衣室？教室？还是在家里？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已经要被妒火点燃了。念这封破情书，不念满100遍，不准睡觉。我边走边扯掉喉咙下的领带，打开了2楼书房的大门。没有理智，我整个人都没有任何理智可言了。左腕还记着小树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自虐似的搓着，又爽又疼，但怎么也不肯停下来。直到大汗淋漓的时候，才用莹润的手擦了擦眼前的镜子。这房间的一切原本都是为小树准备的。小树之前偶尔在学校住，那天之后，我以监督他为由，每天派王叔接他回家。李阿姨也被招了回来，她很久以前就在段家照顾小树，几乎是看着小树长大的。她更清楚小树的口味，就算是为了一顿有儿时味道的饭菜，小树会不会更愿意回家？我从酒局上逃掉的时候，其实根本没醉，只是对面坐了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喝酒时会轻咳2声，憋得满脸通红。和小树喝酒的样子有几分相似。小树功课不忙的时候，我偶尔会带他来应酬。在段家摸爬滚打学到的所有，我都愿意教给他。只要他愿意，在段家得到的一切，我都会双手奉上。这原本就是段家欠他的。我借着酒劲儿，把小树抱在怀里，他红唇湿软，嘴巴一张一合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直到我摸到他后背的抓痕时，心底的戾气又慢慢升了上来。那天我太急躁了些，把人吓跑了不说，还把小情人招来了。他穿着和小树一模一样的校服，跟情侣装似的。我坐在楼下闭着眼生闷气，突然意识到，小树以后会离开这里，去其他地方上大学，会认识新的朋友，会和同龄人白头到老。
姓李的拨通小树电话的一瞬间，心底紧绷的弦猝然崩了。去他妈的白头到老，我和小树才是天生一对。那天晚上确实有点过分了，小树多次求饶，我却没有手下留情，故意在他后背上留下了很多痕迹，彻底覆盖了原本的红痕，看着就烦心。还有那封情书，我没有办法不在意。我把小树压在床上，让他一遍遍复刻给我看，嘴也不能停，并且把姓李的名字改成我的。我要他每次想起这些黄色废料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都是我。我要他把所有人都忘了，只记得我。我要他。折腾的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后来我抱着小树去清洗的时候，他几乎都没有了知觉。替他涂好药，做好早饭，我才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去公司开会。这段时间为了早早回家陪小树吃饭，已经压了太多工作了。但没想到，我在公司刚开完早会，就接到了一个男生的电话。他妈的，又来一个！等我压着怒火，从他颠三倒四的话中提炼出重点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地址。我捞起椅背上的外套，一路踩着油门冲到了小树学校。之前小树差点出事的场景历历在目，我不能允许他再出现任何意外了。等那个不靠谱的人带着我找到小树的时候，我几乎要疯了。那个小混混拿刀对准小树的左腿，只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晚一步会发生什么，我都不敢想。那个姓李的小情人究竟有什么好的，值得他这样以身犯险？我有些后怕地抱着他，心跳声还没有完全平息，又从姓李的口中得知了10万块钱的事。10万块钱，他借给小情人眼都不眨一下。我不心疼钱，我心疼他。小树或许到现在都不知道，他自以为的亲爷爷差点为了10万块钱把他卖给一个远道而来的港商。我按着他，安抚似的轻咬着他的下巴，到后来我也不知道是在安慰他还是在安慰自己。我不放心，强行带着小树去做了全身检查，只是没想到会在那里碰见大嫂。两人并排坐在1楼大厅的角落里，画面和初见小树时渐渐重叠。不一样的是，小树的眼中再也没有那种讨好和局促了。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两人的关系似乎完全颠倒了过来。我捏着方向盘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小树看。如果他现在选择离开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摘掉左腕的手表，自虐似的捏着掌心。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份生日礼物。手表不算贵重，带出去应酬都会被人揶揄是不是混得不好。他说是随便挑挑，拿剩下的钱顺手买的，但我知道不是。小树送别人东西从来都是精心挑的，就连餐桌上的花也永远是开得最盛的那种。我把手表放在了书房的展柜上，捆绳的旁边。在我眼里，这块手表早就成了小树的一部分，但如果小树要收回，我也只能双手奉上。就像现在，他如果执意要离开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车内的音乐声缓缓响起，谁都只得那双手，靠拥抱一男任你拥有，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可是我早就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小树的世界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头靠在方向盘上，脑海中闪现出书房中陈列的一切。所以他最好不要离开，永远不要。万幸的是，他选择了我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
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